所以你在抽的时候，只是里面的力量的活动，你的身形不能动。那个不是，这个要动，那个要动，因为这种的活动，我们平常是很少这样做的。那我们平常的劳累，脊椎的活动方式，是我们平常的活动方式，比方直的啊，或者弯啊，或者这样子啊，这种的比较少。所以你要恢复，很多的疲劳是来自于你长期的处于一种固定状态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用这种平常没有的这种活动去消减掉你固定活动下面累积的那个疲劳，把那个状态把它打掉。Otherwise 它可能会有锁住或卡住。对，打开重来，哎，这样子，这样动。所以常常这种快速恢复就是什么？就是看你前面疲劳是因为什么动作的惯性，或者在什么动作情况下太多太久，然后做另外一种动作，打破掉原来的那个。像上次你教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还蛮舒服，因为对上面的脊椎我平常没有动这么多，因为我们就胸推。对。可是就这个上面有动一下下。对。放松跟打开。对。是 OK 吗？好像今天有一点喉咙不舒服吧？还好，还好 ，OK。我太少讲话了。OK。刚才 Chris 提一个问题哈，那答案这种状况啊，我以前有讲过，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说明的，就是他开始是问到那个我们出拳的方式嘛，那前面出啊，后面发力啊，或者关节打开的那个时机啊，等等嘛。那后来谈话走到什么？后来的谈话就走到，我们一般在练的是什么？我们一般在练的是让我们的动作恢复到一个自然状态。那什么叫做自然状态？什么叫做刻意状态？就我刚才举例，就比方讲我们吃东西，小孩子还不会用筷子或者工具的时候，小孩子自然手一抓就往嘴巴放嘛。这个手去抓这个东西往嘴巴里放，它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他没经过训练，所以他是什么样一个程序呢？他是有一个要吃的欲望产生嘛，产生一个需求了，他的目的是要吃进去，所以他的这个意念产生了，他要吃这个东西的意念产生了以后，他就带出来一个什么？带出来一个力量的方向了，带出来一个力量的动线嘛，然后这个东西就引导着他的手去了，然后引导着他这个手自然往嘴巴里放了。这些动作都是不经训练的。我们讲得到后来练拳讲的什么以意什么为主嘛，是不是意气力啊，带动动作，其实就是要恢复到这个。那什么叫做有训练的？就是第一个训练是什么？我开始训练拿筷子了，拿筷子是一种训练，是不是这样子？等到筷子变成熟练了以后，它又变成什么？它又变成一个自然动作。那当我们拿筷子拿久了以后，我们忽然吃西餐了，变成要换刀叉了，用刀叉又变成一种训练了，变成一种刻意了。所以我们用刀叉不会比西方人用的熟练。所以我到欧洲去看他们拿用那个刀叉用的很熟练啊，叉子又可以正过来用，可以反过来用，是不是？那个叉子的使用
角度啊，使用的面也很多，那个变成什么？变成他们的自然了啊。那他们要学拿筷子又变成一个刻意了。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什么？一般都是除了一开始的自然之外，后面都是什么？都是把不自然、把刻意练成什么？练成我们生活里面的自然，它就变成自然了嘛。那以军事来讲，我们中国是防御性的，所以有很多的时代，它都是什么？它是寓兵于农嘛，在边疆那个地方，长城后面，平常兵就是当农夫，在那边落户了，是不是这样子啊？然后农闲的时候做点训练啊。然后呢，因为防御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会攻击嘛，所以他一定是把训练散布在，把训练融入平常的生活当中的啊，这种号令啊，这种团队啊，变成就像现在台湾南部的那个宋江镇啊，这一类的，就放在平常的生活中，它又变成生活里面的一种自然了。那要攻击的人，攻击那一面，他一定是要有一个攻击的前期准备嘛。我要攻的对方，他们的防御能力是怎样？他的城墙有多高？里面有多少人？然后我要准备，我是用云梯，我的要不要准备投石机？投石机要用多大的多强的？我要用多少兵？我要用骑兵还是要用步兵？然后针对敌人开始训练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变成一个刻意的，因为你不能，你再厉害的兵，你也不能365天的训练，一定是针对目标做训练的，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攻击方的准备，防御方的准备一定是变成生活化。所以我们平常的练习，武术从一开始的时候，比方人跟兽斗，人跟动物斗，一开始什么？一开始一定是用我们人自然的方式嘛，是不是？后来发现我们人跟自然用自然的方式斗，我们人是斗不过兽的，是不是？所以后面要有很多的方法，发明工具啊、陷阱啊，变成一些刻意的，然后这些人就变成什么？变成一种特殊行业的人了，就变成猎人呐，这一类的。那后来人跟人斗也是一样，一开始你看小孩子打架，或者村夫打架，那种什么？那种是自然的本能，他们自然本能的方式就是然后扭在一起啊，拉头发啊，撕耳朵啊，什么这种是自然。后来发现到这种方式没有什么效率，后来才发展出总结人的动作，变成一些什么？变成一些经过训练的动作。那经过训练的动作以后，它变成一种刻意的训练嘛。然后这些刻意的训练从哪来的？我们会发现到有很多从哪来，比方讲以农立国的，它是从农人田耕的动作当中发展出来的。所以最初的使用器械或使用我们身体的那些方式，劈啊、砍啊、扫啊，这些东西，这些的动作，都是跟用农具跟农耕是一样的嘛？是不是？它还是把你原来有的自然的动作，把它稍微转一下使用的方式跟方向，变成一种什么？你能够自我防御这样的方式啊。那后来呢？我们遇到的对手，因为你这样子练，人家也这样子练啊，就变成双方练的都在成长。你变成你的对手，
从一般没有训练的人变成经过训练的人了，所以相互之间都在增高。那这种增高的过程是什么？刻意的，这种过程就是刻意的。我力量没有你大，我就训练的我力量比你大；我动作没你快，我就训练的我动作比你快。你用这个招式，我用这个招式，所以听到很多故事嘛。这个门派它设计出来是破那个门派的南方以前电影里面很多嘛，什么蔡李佛这些墨家拳这些拳是什么拳来破什么拳的，这样子的很多就因为大家都在刻意的做成长，刻意的做改变，所以后来的武术训练大部分什么？大部分都是一种刻意训练，都是一种刻意训练。然后到后来，刻意训练，中国武术的刻意训练走到一个瓶颈了，因为人的身体就是这个样子。那中国人，不管你在北方、南方或什么样的人，你的能量能够达到多大的能量，也差不多有一个上限，也不会差很多所以刻意的训练，发现到刻意的训练变成一种什么？变成一种对人的限制，变成一种对人的限制了所以后来才变成什么？又开始要什么？回归到自然，因为发现到我们最流畅的动作，最实用的、最流畅的，不经过思考的，而能够产生最大的效果的，是出于什么？出于我们自然的动作。所以到后来很多的训练，尤其是所谓的内家拳的东西，它开始什么？它开始回归到自然。那这个当然跟中国的道家的学说，跟道家学说也有关系，是不是？因为刻意的训练这个东西，后来对身体的会造成对身体的伤害等到人可以活得比较久了以后，你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对身体的伤害，当你能够活到比较久的时候，到你年纪大的时候，那个伤害就出来了。那如果战乱时代，每个人活的都不长，人家平均岁数才30岁、40岁，那你年轻的时候造成的伤害，它还没显现，是不是？可是当在陈平时代，当人可以慢慢活到50岁、60岁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的对身体的伤害，到那个时候就变成对身体的很难挽回的伤害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到这个，然后才开始我们不去做，年轻的时候不去做那么多的对身体的伤害。所以把这种练习，把这种防身自卫的东西变成什么？变成一种生活化的东西。那用力出拳发劲这些东西呢，也变成一种什么？也变成一种自然的。我们要回到一种自然的。所以这种的出手，这种所谓意念产生力量，然后产生动作，然后就是回到了人类跟所有的动物最基本的最自然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了那这个其实不光是中国武术，不光中国武术是这个样子嘛，整个人的成长，我们如果活得够久的话，这所有的前提跟这种演变都建立在什么上面？建立在人活得够久。所以我说它是在什么？它是在陈平时代发生的。当活得不够久的时候，所有的弊端都不会产生。当我今天比方讲，我今天
去看病啊，他给我又开这个手术，又这个手术，又那个手术，或者我吃这个不健康的东西，吃那个东西，说留下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可能10年后、20年后会发生。可是我如果10年以内我就死掉了，那这些后遗症就不会发生啊。所以我去做这些事情对我是没有坏的影响的，听不懂？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很多人，因为对未来没有期望，所以他可以去乱吃啊、乱玩啊、这个也去那，对身体明明知道对身体会有伤害的，他去做；对我们人会有伤害的，他去做。为什么？他不认为他可以活那么久。但是当我们期望我们自己活那么久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学问也是，开始的时候都是读书啊，往里面装东西啊，装东西装到一个程度，塞住了，越学越窄。所以到后来是怎样？到后来的人，不管你学什么东西，到后来到一个阶段就开始开始把前面学的东西把它抛掉以后，虽然把那个东西抛掉，可是那些东西累积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影响，你是没办法抛掉的，所以它都在。可是你把那些垃圾、那些不需要的东西抛掉以后，这些东西呢，它在一起，它就变活了，它会相互运作，它就会让你产生一种新的观念啊，你就有一个新的认知，有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了。这就是从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再到见山是山。不管干什么，都是你如果走完，都是经历这3个阶段啊武术也是一样。因为中国武术发展的时间够长，所以它可以走到第3个阶段。